如果让你在零下70多摄氏度的环境下生活，你能坚持多久？你见过一出门就会被冻成冰雕的地方吗？你又知道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在哪里吗？你知道吗？在中国，最冷的地方就是东北黑龙江的漠河和内蒙古的根河。漠河的最低气温是1963年所记录的零下52.3摄氏度，而根河的最低气温更是达到过零下58摄氏度。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那么就打个比方来说，像我们生活中所用到的冷藏库，在零下10到20摄氏度，速冻库在零下20到35摄氏度。由此可见，零下50多摄氏度这个数值是多么可怕。不过世界之大，这样的温度放在世界上还是不太够看的。今天这期视频，解说员就带各位朋友们一起了解一下世界10大极寒之地。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订阅，以免错过精彩内容。我们先来看排名第10普罗斯佩克特河。普罗斯佩克特河也叫展望小河，它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的北极圈附近，隶属于美国的阿拉斯加。而阿拉斯加这个地方三面环海，东临加拿大，西对白令海，北面是北冰洋，南面又是太平洋，所以这里呢，经常会因为洋流、北极反气旋和地形等各种因素，导致气温非常低。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仅为零下10摄氏度，且冬天长，夏季短。其历史的最低气温是1971年所记录的零下62摄氏度。每年的1月份，就是这个地方最冷的时候。不过也正是由于这地方的气候太过恶劣，所以目前在这生活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曾经许多参与阿拉斯加管道系统建设的工人，却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人住的，只不过实在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我们再来看排名第9加拿大斯纳格。加拿大斯纳格在北美与空河地区，位于加拿大西北方。这个地方的地势还算平坦，但是当冬季来临时，来自西伯利亚和北冰洋地区的冷空气几乎就会毫无阻拦地横跨整个育空河地区，从而带来极致低温。这里的1月份平均气温在零下31摄氏度左右，其历史最低气温是1947年所记录的零下63摄氏度。同时该气温也曾是北美大陆官方记录的历史最低气温。不过虽然这个区域很寒冷，但是在这一片生活的人却不少。在加拿大斯纳格和更北的一些城市，有些居民还利用他们的环境的优势，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冰雪旅馆。据听说，这些冰雪旅馆在当地非常火爆，他们仿造的是雪地民族因纽特人的冰屋，每个房屋都用冰块砌成雕刻，然后铺上皮毛之后，住在里面的人并不会感觉到寒冷。这个情况是真是假咱不知道，但是听说价格可不菲。我们再来看排名第8格陵兰岛北冰考察站。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这座岛上的土地约 80% 都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在这个区域，即使是比较温暖的沿海地区，夏季平均气温都堪堪打破0度，而内陆更是常年都几乎处在冰封的状态。而北冰就是建立在格陵兰内陆的一个考察站，历史上曾有不少国家的探险队都曾到过格陵兰岛进行探索。其中在1952年到1954年期间，来自英国的一支考察队深入格陵兰岛内陆地区，并且建立了这个名为北冰的考察站。他们在北冰考察站的驻扎时期，曾记录到了零下66.1摄氏度的最低气温。
据听说，因为这个地方的温度太低，当时的交通工具到这个地方就会被冻坏，所以他们当时还是乘坐的狗拉雪橇到达的目的地。不过，这样的温度对于这里来说却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也就是排名第7位的克林克考察站。克林克考察站也建于格陵兰岛，海拔高度为3105米。它比北冰考察站更加靠北，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北极圈内。这个考察站并没有北冰那么出名，知道它的人并不多，网上关于它的资料也相当少。但是解说员还是找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考察站的记录，这个地方的最低温度。这个数据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一个自动测温记录器记录下来的。当然，这个地方现在是没有人居住的，它的数据准不准确咱也不知道。不过就它所处的位置，再对比北冰考察站的温度数据，这个地方还真有可能达到仅零下70多摄氏度。不过这都是解说员单方面的猜测，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排名第6，维尔霍扬斯克。维尔霍扬斯克又叫上扬斯克，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东北部。这个地方不仅是世界上有永久性居民，且最冷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北极圈内最古老的人类城镇之一。永久定居在这里的居民大概就有1500多位。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冬季平均气温会在零下45.4摄氏度。记录的最低气温是1892年2月份的零下67.8摄氏度。不过后来这个记录再次被提高到零下69.8摄氏度。据听说，美国曾有一份刊物评选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维尔霍扬斯克竟然以极寒的这身份赫然在榜。这听上去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这个地方东西南三面分别被山脉包围，所以北面无山，却面对着寒冷的北冰洋。简单来说，就是暖空气被屏蔽在外，冷空气常年回旋在此。再加上这个地方日照时间又少得可怜，所以它的极端气温是必然的。不过幸好在这里生活的居民身体非常强壮，能够完全适应这里的气候，这也得亏是战斗民族。换成一般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咱还真不好想象。我们再来看排名第5雅库茨克。雅库茨克上北不到450公里就是北极圈，它位于西伯利亚冰原的最东北方，其寒冷程度可想而知。在官方的记录中，雅库茨克的极端最低温是零下64.4摄氏度，但在国外有一些网友称，当地的最低温度曾经达到过零下71摄氏度。在这个地方，每年积雪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30公分。在当地的雪天开车是不能熄火的，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否则车辆就会被冻坏。还有像什么泼水成冰、衣服冻成铁板、水果冻住当工具用，在这个地方都是小儿科。你知道吗？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出门是不能带任何金属的，因为一不小心金属就会被粘冻在皮肤上。当然，这里除了积雪外，还有终年难化的冰层，所以才会造成如此极端的天气。比如，这里的人们不需要冰箱，随时随地都能冷鲜食品，而且当地人的工作时间也很短，大部分的时间都窝在屋子里，因为一出门就很容易会被冻伤。所幸的是，这个地方的取暖设备还算可以，所以在屋内生活一般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我们再来看排名第4奥伊米亚康。奥伊米亚康也位于俄罗斯，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全部人口加起来大约只有500位左右，但是这里的居民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勇士。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地方的极限最低温是1933年2月6日所记录的零下71.2摄氏度，而年平均温度也都在零下几十度左右。所以想要在这里生存，他们就必须要把房子建在离地面1米多高的高度，还要设置好几层的门窗来防止冷空气灌入。同时，车子在不启动的时候必须要放在保温的车库里，不然就会被冻出完全无法启动。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取暖设备可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在这上厕所都是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能够坚持多久呢？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么冷，也完全是因为它的地形。它的东西南3部地势都比较高，只有北部地势低矮，所以北极圈的冷空气一旦灌进来，就被锁在了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排名第3德纳里山。德纳里山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中南部，它被称为北美最高的山脉，海拔将近6200米。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阿拉斯加北部非常靠近北极圈，所以气候十分寒冷，再加上这个地方南坡降雨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大量的冰川。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德纳里山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冷的山脉，年平均温度都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这里的夏季气温甚至都可以降到零下。曾有非官方的记录，德纳里山还曾出现过零下73.8摄氏度的低温。不过这个低温应该只会出现在海拔比较高的顶峰之上，在山脚或者半山腰，一般应该不会有如此低的温度。不过尽管如此，这个地方也不是谁都能轻易挑战的。我们再来看排名第2南极洲东方站。大家应该都知道，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而建立在南极洲之上的各个科考站，随便拿出来一个记录到的最低温，应该都可以吊打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地方。不过要说到南极洲温度最低的地方，还是前苏联所建立的东方科考站。这里的温度恐怖如斯，在这你可不能随便吸凉气，因为如果倒吸一口凉气，可能整个人就被凉没了。在东方站附近所记录的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68摄氏度，即便是夏季，平均气温也达到了零下31.8摄氏度。这个地方的极限低温是1983年7月21日所测得的零下89.2摄氏度，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测得的地球最低温，所以东方站也因此一跃成为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既然这个地方都已经是地球最寒冷的地方了，为何却排在第2位呢？那是因为第1名的温度也更加可怕，只不过没有被算作官方界步。我们这就来看排名第1富士冰琼山脉。富士冰琼山脉并不是日本富士山，而是坐落在南极东部冰原上的第2高的冰琼。这个地方不仅人迹罕至，荒草无声，甚至寒冷到目前都没有人类能够直接涉足，所以这个地方的气温目前没有任何官方实际测试出来的数据。不过美国宇航局的卫星却曾观测到这个地方曾出现过零下92.3摄氏度的超级低温。像这种温度，如果要是人类在这里生活，估计一出门就会被直接冻成冰雕。当然能不能在这里造出房屋还不一定，毕竟这样的极致温度可不是闹着玩的。其实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肯定不止我们以上说的几种，解说员只是找出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拿出来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名。
如果屏幕面前的各位朋友们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极寒之地，可以在视频下方一起讨论一下。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朋友们，记得帮解说员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记得帮解说员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